好，大家好，咱们群里呢有一些基础不是很好的啊，所谓的零基础的，他不知道应该练什么啊，然后这样的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录几集零基础应该怎样去练习，好吧？来，接下来首先第一步呢，要看一下梳子的使用啊，梳子的使用呢一般我的使用方法呢是3根手指在上。然后1根小指在下，拇指在下，是这样用的。如果这样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的剪刀口会张开啊。然后的话，如果你不习惯这样用啊，然后你小指呢就是握一下啊，用3根手指这样去梳啊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好吧？来，那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剪一个长发。那理论呢，我们就看那个线上课里的方圆三角的理论就好了啊，把它中间左右分开。那我们零基础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呢，大家先不要想那么多啊，把眼前这个结构做好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长发呢，我们去做一个接近于均等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剪法，好吧？来看一下啊，第一步我们把前后区分开，这样呢去划分它的前后分区啊，上面呢到发旋的位置啊，然后划分到耳上点，好吧？来，接下来在下面呢去做一条底线。这条底线呢，你要随着头型走啊。好，剪平，少剪啊，少剪，不要剪得很宽，少剪。然后剪一步，我们随着头型去调整一下站位。好，不要贪刀，少剪。继续，继续。这边方法相同。剪2刀就挪动站位，剪2刀就挪动站位。现在呢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你拿个头模就按我这个去练啊，这个是练习你基本功的啊，先不要考虑什么真人的设计啦，以及外在的因素，什么肩膀啊这些都不要考虑啊，就考虑单纯的你这个层次能不能剪得出来啊？这样呢，我们在后面去量，然后如果它对称了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向下剪，对吧？你拿耳上点的头发啊，拿耳上点的头发来2根拉到后面，你看这边就长一点点，说明什么？咱们这边长，对吧？然后呢？把它向后圆一点点啊，因为这边站位有问题，我得躲开相机啊，这样呢就没有问题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后部区分为上中下3个区啊，当然你要中间左右分开啊。那这条线怎么分呢？啊，看一下啊，然后你把所有的头发拉起来，然后找到后部正中间的位置，把手呢放在你要分的位置上啊，把这个手放在这里。好，你用梳子找到上边的正中间，然后把它画下来，刚好这个梳子勾到你手的位置，你左右分开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在枕骨的位置平分，分一个平线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把底区分出来了啊。然后在底区的时候呢，中间做垂直分缝。好，那我们基础不好的时候呢，尽量采用垂直分缝啊，不要用水平分缝。好，头位呢稍稍低一点点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用幂齿把它梳下来，降低角度，因为头型是这样的弧度，对吧？你要看发根的位置啊，来，不要拉平，低于拉平的状态。好了。剪过来啊，然后这时候的底线下面这根最短的不要剪到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去连接，注意你的切口跟头发产生90度垂直啊，切口，好，走，剪下来，好，放下来。第2片呢仍然是垂直，好，随着头缘走，注意你左右的偏移啊，不要向这边带，也不要向这边带啊，就随着头型走就好了。好，继续。这一片，跟着导线剪啊，没什么难度。
继续一直分到哪里？分到镜侧点这里啊，分到镜侧点这里。好，随着头型走，往下来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前边这片如果还按照导线去剪的话，它就剪缺了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还是垂直分起来啊，平梳，看平梳，然后呢旋转一下啊，旋转一下，把上面的头发压下来。来看一下啊，平梳啊，把前面的头发压到下面去，旋转一下啊，然后这样去修剪啊，尽量不要剪到前面这根的长度，这样落下来呢，它的长度呢基本上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啊。如果稍稍有一点点瑕疵，你用点剪去把它点掉也是可以的啊。你看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可以这样拉下来做一下点剪也是可以的啊。然后呢，这样呢就剪好了，因为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啊，最简单的，没有什么难度。这边方法相同，梳下来啊，好，跟随导线剪。这边呢，这边你的手指要朝下啊，手指要朝下。这边手指要朝下啊，然后你的肩膀要打开，肩膀要打开啊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下面的长度不要动，还分到这个角这儿啊，镜侧点的这个角啊。好，修剪，然后又到最后一片了。先平梳啊，平梳，把外边这根头发压下来，对吧？压下来去剪啊。我再来一遍啊，先平梳，你看，把这个发片是水平的状态啊，水平的状态，然后梳过来，然后梳子由水平转为直立啊，这样去修剪，好吧？这样呢，我们下边呢，它没有短，如果你剪短了也没关系啊。剪短了，把它梳下来，感觉有短的，把长的去点掉就 OK。我这个没短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搞，对吧？这样点剪一下，但是你只能少量的去，不要去的多，好吧？好，接下来第二片啊，接下来第二区啊，再分一区，对吧？具体在哪里分，你就把整个后脑勺呢均等的分为3份就好了啊。好，降低一点点。第二片呢，我们稍稍拉高一点点啊，按照下边的导线，你看你梳起来的时候啊，下边有导线啊，下面的导线梳起来，然后向上走，向上剪。这个时候的角度呢，大家呢不要在意啊，就是你稍稍低于一点点水平也是可以的，水平也是可以的，低一点点也可以的。当你低一点点的时候呢，你的层次就会低啊；当你高了，层次就会高。所以呢，这个角度不重要，就看你想剪什么样的层次，好吧？但是我们拉出来的角度，这个切口一定要跟随。这个切口的角度一定要跟头发产生90度垂直。比如说现在我降得很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找到直角切口的话，上面呢，就会放长一点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如果我想高层次，我拉得高一点，把上面的角去掉也是可以的啊。好，继续。那我这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。角度的话，大家也不要现在想到底多少度多少度啊。我们以这个地面水平为准啊。你看我稍稍低了那么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好，继续。因为咱们这个线上课里呢有大量的练习的这样的发型，对吧？都会详细的讲到角度，所以呢这个是零基础的，零基础的呢大家学的越多就会混淆。你眼前先把这个结构剪得出来，然后呢再继续往下，好吧？我怕大家搞混了，然后仍然呢左右随着头型走，对吧？你不要往左右偏。好，继续，你看我不停的转头模，对吧？好，到两边呢，我们可以采用点剪，也可以啊。你看，你剪平口剪呢也可以，点剪也可以啊。好，到两边把它梳起来，注意啊，不要啊，这个最短的，看到这根最短的不要剪得到，然后呢，我们点剪把它剪过来，看这个切口呢相当于高了一点点啊。这一片呢也可以向后带。
都可以的，只要你不剪到最短的那根就可以了啊。如果剪了也没关系啊，剪了也没关系，剪了落下来呢，它下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啊。你看我这个没有啊，如果有小小的缺口呢，也不怕，我们这样点剪一下啊，把它连平了也可以。听懂了吗？大家先不要去纠结太多的问题，先把这个梳子和剪刀的配合先练习一下啊。好，那这个长度的发型呢，大家多练几遍，然后呢就下一个中发的发型啊。当然，你看我用点剪也可以，对吧？用齐口剪也可以，都可以的。好，角度呢仍然是拉平低一点点啊，拉平低一点点。我这个头模比较短，所以我没有拉平。啊，你在练习的时候，头模如果长，你可以拉平。你看我这个短一点点，我就稍稍降低一点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剪下来，继续，梳理，继续啊，随着头圆走。你看下边有这个最短的，不要剪到啊，不要剪到最短的。因为你底线是你刚才做好的，对吧？如果你把它剪了，下面就缺口了。你看，我们向后带一点点，注意看啊，这个发片下面有一根短的，现在我们不一定跟导线啊，看，只要能连到它的最短的就可以了。好，放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下边呢它是正好平齐的。如果你剪出缺口，还是放下来做一下点剪，哎，把它连接一下就可以了。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剪真人也这样剪的啊，最基础的发型，好吧？来，头顶区，那在头顶的区域呢，我们稍稍拉得高一点点，看一下，拉高啊，找到刚才的导线，对吧？走，这个角度有多高呢？这个角度有多高呢？看啊，找到你黄金点的角度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，看，这个梳子平行向上移，大概是这个角度，看到了吗？在这个角度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拉到顶上，拉到顶上还是那句话，你的层次就会变高，层次变高了，你的头模就会短啊。所以在这儿呢，给大家规划用最少的头模成本，然后呢练到最多的发型，好吧？所以呢，大家就向上去提升啊。它如果按角度来算呢，你看这是90度，是不是？这是90度啊，平行地面。那这个呢，再加45度，这个就135度了啊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纠结这个角度，你拉得越高，上面就越短。好，向上带，随着头型走，上面呢做一点放射啊，上面做一点放射，继续，再变高，继续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后区就剪好了啊。这样呢，得到一个中层次啊，这个层次呢是比较实用的，对吧？我们在发廊里很普通的一个长发的修剪，对吧？它层次偏中，它扎起来也可以，放下来也可以，好吧？来，接下来来到两侧，啊，把它梳下来，跟随后边的长度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向这边剪过来，同样还是不要贪刀啊，不要剪得过多，然后向前去延伸。好，这样呢，这条平线我们剪出来，然后这边方法相同。好，然后呢，
到前面我们对比一下两侧的长度，哎，你看正好呢，我们就可以去修剪了。在侧发区呢，一般来讲都是分为2个区啊。好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在这个中线跟发际线下边啊鬓角的长度一半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呢做一个横分就可以了啊，横分。好，分为上下2区。那这个区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其实整个咱们这个发型的分区都没有什么用的啊，只是把它区分开，让你好剪而已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连接的层次，所以分区变得不是那么太重要，对吧？只是单纯的好剪，因为你把它全放下来啊，你抓不住，对吧？好，当然这一区呢方法相同，直接拉平降低一点点啊，跟后面第2区是一个角度啊。大家看一下后面的导线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好连接没关系，你把后边剪过的多分一些啊，然后前面没剪到的少分一些，这样呢我们的导线呢就变得很清晰。好，然后随着头型提拉，不要向前也不要向后，好吧？来继续拉平。降低一点点啊，看到后边的导线啊，我们就可以下刀了啊。好，继续再分一片，拉起来。好，这个发片啊，这个发片是这样的啊。刚才我们分了这么宽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梳下来一半作为导线啊，后面那个向后梳，向后带，然后前边的啊，这有半片了作为导线，我们继续向前去连接，对吧？随着头型拉出来，找到切口的位置呢，剪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，千万切记啊，你看你梳起来的时候，不要手夹在这儿，梳子先走了然后这样过来，不可以的啊。你梳过来之后，手在梳子后面，这个梳子就不要使劲了，这个手呢，哎，轻轻的向前带啊，它是贴着的，好吧？然后并且你的切口你的梳子一定是切口的形状啊。如果你要剪一个外切口，你的梳子梳理的时候叫外切口，然后呢，手位这样过来。如果你的切口是要内切口，那你的梳子梳出来的时候叫内切口，然后向外头走啊，是这样的。好。然后就是上区，好，拉高，找到后面的导线，还是刚才那个角度啊，还是刚才的角度，然后看一下侧发区啊，拉高，还是后发区的角度啊，你看向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拉的越高，上面就越短；你拉的越低啊，你上面就会放的越长啊。来继续，好，向上抬，修剪啊，我们也可以呢抓起来，然后降下来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，还是同样分为上下2区。把后边呢剪过的多分出来一点，把前边呢没剪过的少分一点啊。然后拉平，降低一点。好，找到后面的引线，直接去修剪。好，放下来，然后把这一片呢分为2片，前面这片呢作为导线，继续向前去延伸，随着头型走，不要偏移啊。好，角度剪下来，前面呢方法相同。好，上面呢放下来。跟随后边的导线啊，来，我们拉高。好，看后面有导线。如果你找不到后边的，没关系啊，你跟下边的导线呢进行连接，好吧？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位置不太好找导线啊，上区。你如果找不到，你就跟下区的连接，
然后呢，待会儿呢在后面再做一个去角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啊是这样的啊，可能出屏幕了啊，我这样降下来剪。好，继续。随着头型走。好，把它放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需要去把前边的外线去修饰一下啊。好，斜向后，分到耳后点，就是耳朵后面的这个点位啊，分到耳后点。然后呢，向前低角度拉下来，然后啊，把这条不齐的线把它找平就可以了，兄弟，不用剪的太多啊，把这条线剪平就好了啊。你拉起来这条线呢，它比较杂乱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把所有的头发都拉到这儿去修剪，把这个外线剪出来。这样呢，我们前面的外形线呢也剪好了啊，前面的外形线也剪好了，然后到这边，同样分到耳后点，向前提拉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不齐的线我们把它找平，好吧？来，剪到上面的时候，你把这边呢也梳起来一点点啊，你那边的长度就在你的手里了，这样呢有一个导线，确保呢两侧都对等。好，放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要去连接一个地方，就是头顶的前后区啊，头顶的前后区。好，都向后，对吧？把它拉起来啊。头顶的前后区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的不连接啊。这个为什么会不连接？只要你从后向前剪的，头顶这儿肯定都有一块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抓起来就最上边啊，你看剪一刀之后就没了，对吧？来往这边串一片，好，这样呢，这个头发就剪好了，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长碎法就完成了啊。希望大家呢，能多多的练习，好吧？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啊。好啊，那这节课呢我们就到这里了啊。大家也先不用考虑打薄，因为这些基本的掌控头发的这些手法，你要练好了之后去练那些系统课，那些系统课里面会有打薄，会有吹风啊。那这个呢我们就这样啊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完成的一个效果，我就做了一个吹直啊，没有进行打薄啊，什么也没做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等大家检查的时候呢，左右晃啊，你吹干了之后左右晃，看它这个圆弧度是否均匀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发型形成的圆弧度是否均匀，然后晃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层次啊，它有没有产生硬线？然后呢，这样倒过来看，它是否是一个圆弧形，对吧？这个很关键哦。啊，大家多去看一看啊，大家多看几遍，然后呢再进行练习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然后这是前面啊，看前面的这个外形线的位置啊，大家可以多看几遍再进行练习啊。好，那今天这节课呢就到这里。